古者300步为里。古者300步为里。名曰井田。名曰井田。井田者900亩。井田者900亩。公田居一。公田居一。古者300步为里。古者300步为里。名曰井田。名曰井田。啊，还有这么多！1个半时辰了，才抄这么点儿。阿姐，我想回家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阿娘阿舅在的地方是家，阿姐在的地方就不是家了。哎，快抄！这些都是临海快马送过来的丁级簿子，明日之前要整理成名录的。任你这般磨蹭千言，什么事情都让你给耽误了。姑娘，也不是小郎君懒惰，实在是太多了。台州5县，有名有姓田产在100顷以上的人家，少说也有100余户。小郎君只有1个人，便是将咱们几个都算上，3天3夜都不睡觉，也未见得抄录的全。可是抱怨也没有用啊，我们能等，那百姓又等不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外面那些人手全叫进来，我们一起抄。不是小人们懒惰，此番随行的100名亲卫，都是大王自亲从指挥麾下调拨的精兵，俱是些厮杀汉子，让他们拎起刀子砍人，眉眼都未必眨一下；让他们来抄书，却是连自家的名姓都未见得能写得周全。阿姐，能产而有诚心者，无能产而有恒心者，为士为能。为士为能。三星县方上四房方回长有土54顷，824三星县2市厂房王岩县辛苦了，写好了。王岩县马市6房马247顷，有20。抄了1多半了，再有几个时辰就能全部录完。好法子。但这些书生抄抄写写尚且得用，却算不得数。刚刚找了2、3个有学问的，算了各处的祖产，错得有点离谱。无法，我来算，让阿友来记。行。黄岩县严氏2房严胜岩，有土166顷，又45顷3分。4房公镇，有土131顷，有18亩6分。黄岩县沈氏西房沈瑞县，有土182顷，有72顷8分。61。62，63。你他娘的聒噪什么呢？老子是做不荷花酒的，你打什么岔？数乱了不是？60几了？
提举。魏司马家门外围了不下300-400人。知道了。这些啊，是刚梳理出来的丁级账簿。你差人快马送往宁海，教与9郎军轻骑。诺。来人。这许多丁级簿子送过去，郎君那边人手够用吗？郎君是做过东南行营官军容使和6州都转运的，这些场面应对起来并不为难。太行卫士，南北两厢16间房。哎呦，听仔细点，千万别记错了。太行卫士，南北两厢16间房，合计有田3821顷，又57亩4分。主公，请回吧。魏某此去必不负诸公所托。还请司马向9郎君请命，为我等做主。台州5县来年的赋税钱粮，都要着落在我等身上。这是一州的民生大政，不要说9郎君，便是杭州城里的大王和相公们，也万万不敢服逆民意，肆意胡来的。主公，请回。魏某告辞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你真好。你不好，明天就是正日子了，你应该早点歇息的。我睡不着啊。你呀，就是心里头想的事儿太多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好忧心的。州城那边有沈兄主持大局，他可是正经梳理过一州之政的人，能谋亦能断，便是我自家，也未见得能比他做得更好。那就更没有什么可忧心的了。宁海经营的这10几日，薛温他们都很忠心，哪怕真的出现什么小乱子，也不至于比我们在汴梁的时候更难吧？可我就是爱瞎想。你说岳母大人要真是恼了我怎么办啊？他只要传下去一句话，那些旗子就成一堆破布了。你呀，就是太小看我阿娘和阿舅了。不要说他们本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，若他们真的恼了我，也不会拿我们黄龙岛几10年的信用、声誉开玩笑。那堆旗子本就是一堆破布，一钱不值的东西。真正值钱的是我们黄龙岛一言既出、生死难追的信誉。已经有6家船主打发人来岛上询问了啊。每年的旗子都有定数，今年突然闹了这么一出，这些老伙计都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是咱们改了规矩，还是岛上出了什么变故。
总要有个回话的。信用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可在人心里比金银珠玉都要值钱。又有什么不好回话的？这规矩虽说是我们一家子定下的，却是万万不会一家子改了的。有什么好问？老船东们都在犯嘀咕，今年如此，明年呢？你也真是糊涂！咱们家只有这么一个闺女，今年聘出去了，难不成明年还要再聘一回？外人毕竟不晓得内情，许多话却又不方便与他们说。我总不能说丫头胡闹啊，所以这些都不作数了吧？谁说不作数了？这些都是我家姑娘出阁的妆奁嫁资。妻子货真价实，女儿更是货真价实，自然是童叟无欺，万万没有不认之理。哎呀，我此番可算是偷了这2艘船出来。若真娘子诓了我，此番回去，我定是腿都要被我家阿爹打断了。蒋三郎，你与你阿爹第一遭来我们岛上的时候，上来就跟阿佑打架，那时候还算有点志气，现在怎么没胆了？那能一样吗？这2条船原本是要运蜜色窑去扶桑的，如今被我调出来运了这些不值钱的稻米，这一进一出，最少没了3、5万银券的利。我不过3、5年间没在海上行走，连你都敢诓我了，一张口，什么胡话都敢说得出来。你可不要坑我阿姐啊！蜜色窑，上林湖那几家窑口，一年总共才多少出息？你这一上来2艘船的量。再说了，回至建岳，把东西卖到扶桑，以后你还想不想跟我们吴越有往来了？哟，你们吴越？哎呀，我乱说的，阿姐，莫气。原本呢，运的是团茶，满打满算能有个3、5千的利，便不错了。使君，稻米50万斛，皆已运抵本港。好，回去帮忙啦。宁海雷氏家主雷军，永廉何在？小人雷永廉，请郎君吩咐。去岁3月初6，由台州营田司作保，出粮米2167斛，又36斗，带与宁海县海油镇、长宁、上东、小鱼洼、陈屋、丰远、平波6个里寨506户，待期1年，岁息6分6厘，可对？小人有罪，不该听信了前任县令高明甫的言语，想着趁着灾年，再为族中小辈置办些田产事业，这才鬼迷了心窍，存了夺人田产的卑污心思，牵了这带粮的妻子，还请郎君看在我宁海雷氏素来奉公守法、不堪妄为的份上，治小人一人之罪，宽宥族中恕众。依保期上所约，本溪合计粮米3613斛，又33斗3升。你拿着代契来找本县新任县令
秦民府做拒绝凭证。作罢，你便可以领着人去张安港，把那些粮米运回家了。怎么，没带人手和车子？雷太公，请起。无妨的，请起。县衙里的巡定义夫皆在此处，粮食也不会长腿。您只管遣小厮从人回去，换人雇车来运便是。雷太公，随我做个拒绝凭证。来。雷永莲，小人在。这个是由朝廷户部台州博弈务用了印信的谍照。自今日起，宁海雷氏便有了在我吴越之地沿海州县行船通商之资。雷氏于灾年带粮，纾朝廷之困，济百姓之危，放粮最多，出力最大，故此朝廷特许嘉奖，允雷家试享海上之利。10担船以下3年免税，10担以上100担以下20税1，100担以上10税1。主公，可看清楚了，这谍照上有本官的亲笔具名。凭此谍照，雷家便是我吴越国户部在册的商户了。谢过郎君。敢问郎君，是只有雷氏有，还是凡是带了粮米出去的人家都有？你是哪家？松门山甘氏，甘月，请郎君恕小人无礼。松门甘氏带粮1572斛，又81斗；阴环袋子2621斛，又35斗。对，这是你家谍照，户部用印，本官亲笔具名。台州博弈务特许专营。小人代甘氏一族，谢郎君厚恩。妾说在此，愿与拒绝。青天在上，多谢郎君厚德。郎君实为我台州黎庶再生父母啊！凡是今日到场的，你们尽管拿着带器来此处拒绝，领粮米，奉谍照。本官此举是请了大王教命，当场对允，童叟无欺。至于那些今日没有到场的，所带粮米便只能依原数发还。谍照和岁息，就万万不要想了。郎君所言，至允至当。沈别驾自周至发来的札子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周成出事了。照他们来的时候，一个个推病因故不肯来。如今看见吃了亏了，一个个又急了眼。说起来，也是几百年、上千年的氏族豪门，
自幼饱读圣贤书，为了这些许蝇头小利，身份不要了，名声不要了，连脸面都不要了。蝇头小利，你说的真是轻巧。你知道吗？一条100代以上的海船，扶桑也好，高丽也罢，那买卖一趟出去2、3千银绢的出息。这放在凤凰山下西湖边，能购得一个资猪堂般的宅子；放在宁海，那也能买下10来顷的地呢。这些人啊，祠堂里面供奉的是孔夫子，心里头惦记的是孔方兄。他们手里握着台州将近3成的人丁，将近7成的田土，将近9成的财货。你真把他们给抛了，往后什么实在事儿都做不成了。哎，你说得多少彩礼，才能让岳母不恼我了呀？到旗子以前，10万两银绢足够了。现在多少？现在的话，吴越国的王冠足够。有些事我是万万不会做的。你瞧你怕成什么样了，我可不想当什么王妃。这劳什子是真难弄。今日来的都是州中显贵，族中上下各有几百上千口的人丁。朝廷与台州通港设博弈务，我等甘愿竭诚报效，相助其事。去年带出去的粮米，本就是为了解朝廷之困厄，济黎庶之危难。谁家也不曾指望那点子本息生利，利息也好，本金也罢，只当是给大王和九郎君做了捐书献纳。今日在此的294户同道，共计2366张代契，就在宫廷之外的箱子里。只需别驾一句明白言语，便可抬进来，任由勘验。诸君的意思，沈某听明白了。只要能参与博弈物之事，这去年的粮代不但利息不要，连本金也不要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正是此意，这是我台州上下对大王和九郎君的一片拳拳致意。这利息嘛，九郎君有言在先，诸君也未曾赴上元日宁海之会，本就没什么利息。至于这本金，朝廷有信义，绝不会肆意盘剥民财。诸君请放心，一升粮米都不会短少了诸君的。哎，博弈物，诸君真的是来晚了。这九郎君赴任台州，户部只给了九郎君100张用印的谍照，上元日便都发完了。发完了？诸君若是再有所取，怕是要去西府王都寻户部和大王说话了。请儿戏可找大王了。如何呀？今日这2366份带粮的契书，本官怕是见不着了吧？这是全部？是。2366份代契和粮米386672斛，又82斗3升，全都在此了。好大的手笔呀！确实大手笔啊！
台州故事乃吴郡故事的旁支，800年的望族，有这10户居中作保，台州那些地方富户们，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。这一手做的确实漂亮啊！放下身段，做小伏低。我这个台州刺史刚刚上任，面子也有了，里子也有了，若还是冷言相对，喊打喊杀，是有些不通情理了。啊哈！千年之族能绵延至今，自有其存身立命之道，其底蕴不是那些新兴之家比得了的。便是这10家是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只要安抚了这10家，其余200余家皆不足虑。有这10家居中联络，纵横捭阖，即便是有人要闹，也成不了大气候。那我便给他们这个面子。这10家谍照照发，与上元日发出去的86家谍照一视同仁，但也不能白发。先生指我，当然不能白发。其余200多家，从今岁起，这10年内的秋赋，就由这10家包了。包税？对，包税。郎君深思啊！包税乃历来行政之大弊，有能力包税的都是地方上的高门大户，将朝廷赋税之权赋予他们，等于给了他们领土治民的权柄，其中有不孝之辈，轻则鱼肉乡民，重则荼毒百姓。若有人心怀异志，图谋不轨，积吝粮秣，聚敛私兵，进则窥伺神器，退则割据地方，后汉崩裂之祸，恐陷于我无越之地啊！子谦，高门大户包税诚然是弊政，可先征后粮难道就不是弊政了吗？至少不必忧心州县胥吏会造反割据。州县胥吏自然没有造反割据的本事。台州偏僻，未必能出军阀和藩镇，然则苛政猛于虎也，却说不定会逼出私销和流民。不要忘了，这黄王之乱不过几10年前的旧事。那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就算是先征后粮，难道州县的那些胥吏就能撇开这些高门大姓自行其事了？那私底下不一样是要包给他们。到那个时候，好处他们拿了，那百姓的怨恨却都在官府这儿。倒不如都摆在明面上来，额定一个数目，每年秋赋只管与这10家去要，丰年不增，灾年不减。即便这10家个个黑了心，那盘剥的也只是那200多家地方大户，恨也好，怨也罢，都由他们自己担着。若真出了什么事，放着州县官府在，难道苦主不会自己来告？或惩或罚，皆有朝廷律令在。若这般，还是能弄出裂土割据的藩镇来，那我也真是佩服他们的本事了。此乃大小相治之策。若朝廷应对得当，10年内